Hello， 大家好，又是爱的人，爱的人不是一个车评，只是 POV。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欢迎回来我的乱拍系列啦。今天呢，以我的标题所见呢，很多人问，爱的人，为什么你这么久已经没有拍过你的 Camry 了？啊，是说真的啦，如果你看回我之前拍的那个介绍我自己车的有几集有没有？最后一次更新的话呢，好像还没有改过 rim 是吧？应该是哈。然后我这套 rim 已经用了大概超过半年左右啦。最近也是非常的忙，也是很多的试驾，也是很多的影片需要剪。你们都知道我自己又是导演，又是编辑，又是摄影师，又是剪辑师，哎呦，很多东西要做，你懂不懂？今天难得有空的一天呢，我就要带我这辆 Camry 呢去做一个 service。说来真的惭愧啊，你们看哈，我的这个 Trip B 呢会记录我的行驶的里程。距离我上次换机油呢，现在已经走了9983公里，还有已经差不多1万了。我这辆的 mileage 已经是18万了，年龄高的车了，大概已经10年了。最近我偷偷加了一个东西，我先不要告诉你们是什么，先卖个关子。妹妹是在 Segi 读书，我就载她来上课。然后现在的我呢，我就要下把身。上次我买了机油啦、brake 油啦、oil filter 啦、brake pad 我已经跟她买好了的。这次下把身呢，最重要的是换什么呢？我的车的 bearing， 车轮有没有那个 bearing 啊？一到了这个年龄之后，尤其是像 Camry 或者Toyota Alphard 那些比较重的车，然后到了一个年龄，它就会发出一个异响，嗡嗡嗡这样子，然后越走越大声了。那我这个 bearing 呢，好像已经差不多3-4个月的时间，我没有去理它，说来惭愧，我真的应该真的是比较忙啦。今天呢，主要是换机油、换 brake 油、换刹车片。我的 disc 盘呢叫 skim 它，做 brake 的 breathing， 换一下牙油，再换这个 bearing， 大概就是这样吧。话不多说，我们就直接开车上 ，Let's go。早上的空气特别凉哦，所以我喜欢开着窗开车。但是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到一个声音哦，从这里进来的。那应该是 bearing 的问题吧，它一直在咔咔咔咔咔的声音，那个声音就好像铁丝跟铁丝在那边摩擦的声音，这个可能是 bearing 啦，所以我就是忍了它很久啊。这个声音也让我做成一个困扰，也是开的有点不安心。我上一桶的这个机油呢，没货的情况下，我换了 5W40，我其实觉得 5W30才是比较适合 Camry 的。那我应该是比较急啦，然后觉得哎呀不要烦，我就用了 5W40之后，我现在很后悔，我感觉到我的整个车很重啊，后面的数字越厚啊，就代表那个机油比较浓，对，你会觉得你油门比较轻盈啦。所以这次的我呢，就会使用 Wolf 的机油，这个是没有干爹的哈，尝试一下新的东西。这个修车厂里面看到他们专是给 Volkswagen 啊、奥迪那些都有在用，价格也算亲民啦，所以我也要尝试一下新的东西。这桶油呢，已经走了接近430公里了，我的 range 还可以走71公里。我跟你讲哦，这个油耗呢是不正常的，因为在我之前还没有安装这个小东西之前，如果走到现在呢，by right 啦，应该是剩下20多 km 的 range。其实我用了这个东西延续已经用了大概是将近1个月了，所以我很清楚它的性格啦，很清楚它的这个运作啦，所以我觉得蛮好用啦。对于我们这种Toyota，你都知道啦，Toyota的油门呢是非常敏感的哈。好的东西真的是要尝试了一段时间，我才能跟你讲它的效果是怎么样啊。这个东西是一个 plug and play， 不会在我这里看得到是吧？也不会在 engine bay 看得到。这个东西就是 Race Chip XLR， 你会看到我在我右手边这里有一个小仪器。那么它可以调整 Eco Plus、Eco、Normal、Sport、Sport Plus 还有 Race Plus。那这一个东西就是调整你的油门的这个反应啦。可能有些人会说，哎呀，对了，这个根本就是我们市场外面听到的什么 Throttle Controller， 普通偏油门的这一种设备而已嘛，对不对？但是我跟你讲，本身有用过其他外面的产品啦，我不要说任何的品牌，真的是不一样，就是不一样。我之前有拍过 X50 by Race Chip 的影片，里面有提过。它有2种产品，一个是叫做 Throttle Tuning， 我的车因为不是 Turbo 啦，所以我就没有的好用这个 Race Chip Tuning， 就算用了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啦。Throttle Tuning 在我的车上的话呢，就是提升油门的反应，多大的油门一路来都是一踩一点点就冲，比较没有这么喜欢这么敏感，尤其是我们在市区里面驾驶的时候呢，会觉得太过 over 了吧。所以呢，连 Race Chip 的员工都很好奇，为什么我可以用 Eco Plus， 哪里好开的？但是我觉得很好开，我不喜欢太高转，所以为什么我的车会这么省油？是因为现在我调 Eco Plus， 也许我踩的油门是已经是58%了，但是它给到我38%的这个反应转速也不会太高，造成了我的车比较省油了。当然我踩到完也是一样的，它也是给到100%的油门。那如果是今天呢，我想要在 highway 啊这样跑一下爽一下，我就会把它切换到 S Plus， 当然可以叫 Race Plus 啦，我就是觉得这个太过敏感了，所以我比较喜欢用 S Plus。稍微开快车的时候很好用，你轻轻的踩呢，可能一个20到30%的油门，它可以给到你50-60%的油门反应，2000多转已经是很足够使用在我的这个1.5吨的车上面了。我现在的油门大概踩的一个20多30%。
它可能给到一个10多20%这样子而已，那你看很低转，所以车为了省油的话呢，还是尽量保持低转会比较好。如果你猛踩油门，它油嘴除了喷多之外，它转速一提高是有力啦，但是就是耗油了。如果像现在我很 chill drive， 慢慢的行驶的话，想要轻松的驾的话呢，其实这个是蛮好用的。也许我没有做过上班族，我真的不了解，没有体会这种堵车的辛苦，真的是哎呦。别做导游的时候都是可能5点钟就出门啊，6点钟就出门啊，没有塞车的。你们知不知道这个 RaceShift 的它有一个小垫板在里面呢？这个垫板会在你松开油门那一刹那，它会稍微的补一下油门，这样子点一点油就是在我的车会比较明显，因为虽然我不是德波车啦，Turbo 车的话就会比较明显在于它的 Turbo lag 情况会变少。那么我这辆车没有 Turbo， 但是很明显的在 feel 到降档的时候，我直接退档，它不会有那种怎么说呢，那种chock因为我们的这个车是没有带 rev mesh 的嘛，所以只要是它在降档的时候，它都会有那种顿挫感，所以装了这个 throttle tuning 之后呢，它就减少了这个顿挫的问题，这是我发现到的啦。所以没有用过的话呢，你不妨可以去尝试一下。说真的啦，1分钱1分货，你在外面买的那种便宜的 throttle controller 有极好啦，用 app 来 control 啦，至少我知道很好，但是有多少次机会是拿手机出来按来换模式的，倒不如这边换会更好。而且这个 RaceShift XLR 的话呢，它有2种的款式啦，一个是像我这种按另外一种是转好像那个 Porsche 有没有？我一 start 车那一刹那，我打开门人家一看见，喂，怎么会有小小的一个 screen 在这边？看了比较眼就是这样啦。如果你们对这款 RaceShift XLR 有兴趣的话呢，不妨可以到他们的 Facebook 或者 IG 或者他们的网站去询问。当然，现在年轻人的话都会比较鼓励去 IG 直接询问啦。所谓的1分钱1分货好货没便宜，便宜没好货，可以去尝试一下，真的很好用，而且可以省油这是最重要差不多整450公里，还可以走55 km， E segment 一桶油 ，4 speed auto 2.0公升，可以走450，已经算 OK 了，你知道吗？而且我不是 full highway 只是这个早餐不了，来到这边中上班。唉，我不知道这里要给钱吗 ，bro？ 如果是现在马上还的话，10块钱1到3天。这个就是 Eric 的店买了牙油，bearing。之前我也是有买了机油brake 油oil filter 有没有？全部都在这边brake pad 所以今天打算一次过做完它了，不用烦完了 ，barbecue 了！我的这个 drive shaft 老板讲，还是换掉比较好。第一漏油，第二这个头一大一小，所以还是比较建议换掉。哇靠原装的 drive shaft 1600，呜呼，爽啊 ！OK， 这个就是所谓的 bearing， 已经是很旧了所以它就是卡着会有一点声音然后会嗡嗡嗡，就是这样因为老了嘛，所以我换了新的一堆。不要烦直接左右跟它换掉了等一下你拆一次的话，你就要做蓝莓一次嘛，所以我一次过2边一起做啦。brake pad 也换了，因为我的 brake pad 师傅有告诉我我这个 FBL 虽然还有很厚，但是你看这里裂掉了不知道为什么，不要冒险这样多了，直接跟它换掉了也是觉得没有什么好用还好罢了新的是 OK 的，但是先 try 一下 Metal King 虽然是没有干爹。Welcome to my shop。对，就肯定没有那个床Flambo Flambo 可以讲他的车波车不像车。其实来到巴生我每次都坐在 Eric 的店里面玩了，所以他就借我一辆他的 Vera。我真的期待有一天把这个车开上山，其实已经是 ready 了的啦，但是看我有没有空下来拿车1.6 manual， 你看他买回来已经是 Recaro seat， 然后里面都是 Evo 3 dashboard， 然后也做了 short shifter， 你们看一下 meter， 然后 short shifter 5 speed manual 1.6 NA，
转速可以去到7000哦。Electronic Aircon， 走吧，因为我车还没有好，给你们听一下。这个1.6 NA 啊，450哦。耶，做完了。从早上11点做到现在6点半，辛苦老板了。基本上真的做了很多东西一下，OK 吗？老板那个 break OK 啊，我真的很期待那个 break 哦是怎样。给我去买单了，可以签这些吗，老板？现在明年我过年过来可以。塞车的时候，我现在回家大概需要30分钟，虽然没有讲很塞车啦。今天花了多少钱呢？又花了1460块。主要是我没有想到我左边的 drive shaft 这么快就不能顶了，所以我就换左边的 drive shaft 咯。就好像上3个月这样吧，我就换了 absorber 啊、铆钉啊、那些 stabilizer link 啊，那边也花了我足足1500到1600块左右，真的是。所以车到了一个年龄的话呢，真的是很多东西都要去更换的。那先说一下我拥有这辆 Camry 的心得啦，你们都知道我这辆车都是买2手的啦，当年是5年车，然后我已经开了5年下来，我完全没有修过任何东西，都是换一下 brake pad 啦，换一下 tire 啦，换一下黑油这样子而已啦，然后是完全没有修过的，是最近啊就 bearing 啊 absorber 啊。这些滴滴答答小样东西啦，所以这个是叫我们所谓的 wear and tear， 就是一个消耗品来的，不是什么大问题，只要换了就 OK 了。上手了之后啊，这个 5W30 呢果然是好很多，而且很轻啊，因为那个油比较薄一点嘛，对不对？加上呢换了这个 Metal King， 虽然没有给我业配啦哈，但是我讲真的，一踩下去的感觉就是好太多了。因为我很不满意之前我那个 brake pad 哦，可能用剩58%的时候哦，我一踩下去好像要踩得很深，好像又不吃这样哦，哇，现在一点一点就有了，哇，我特别开心，特别喜欢。drive shaft 又换了之后呢，果然那个杂音也没有这么多，非常舒服哦，真的是你要花一点点小钱哦，你的车真的是开起来非常爽。但是斗大一个不好，每天那个 brake 油都是进风的，所以要经常做 breathing 那就这么简单。总结来讲呢，我就会 monitor 一下使用感受怎么样，然后我也有这个 throttle tuning by RaceShift 啦，所谓的 RaceShift XLR 已经做得七七八八了，所以你们猜猜我下一个干什么呢？给你们5秒钟时间，5、4、3、2、1。所以我下个礼拜啊，我就会把这辆车开了去 remap。我不敢去 remap 是因为哈没有熟悉的人，然后现在认识了一个熟悉的人，我的车也是现在搞定了嘛，bearing 那些换了嘛，所以可以安心的去 remap 了咯。所以到时候我会上马力机给你们知道原装的 2.0G 拉出来马力数据会是怎么样，所以你们期待一下，记得关注我们的下一集的这个影片啦。我开起来还是很顺的，有没有？哇，那个油门不需要踩得太深，油门是非常轻快哦。5W30 果然是好用，加上我有这个 RaceShift 的 XLR throttle tuning 的话呢，真的是非常轻松。现在我用 Eco Plus 的话都觉得很冲啊，这辆车。我觉得这个黑油应该相当不错啦哈。现在刚刚换的还不知道什么。如果你们对这个 RaceShift 的 XLR 或者是它的 Chip Tuning 有兴趣的话呢，你们可以去观看我之前 test ride 他们的 X50 by RaceShift 的上山的影片，你们可以去观看一下。再来，你们可以去联络他们 Facebook 或者 IG 呢，以得到更多的详情哦。本期的视频呢就到此结束了。如果喜欢看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我们下一集的我的安哥车 Remap 再见 ，Goodbye。下雨天干得晒，哎呀，每天都在下雨。